大家好，今天要來介紹的是不鏽鋼的認識篇。那不鏽鋼呢，其實它應用的領域是非常的廣泛。然後呢，各位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不鏽鋼真的不會生鏽嗎？以及說不鏽鋼到底要怎麼去分辨？因為我們常常會聽到說，不鏽鋼還有分什麼類型那種類又很多啊，甚至呢，坊間也會出現說，我們要用磁鐵呢來去分辨。如果是會吸附的代表是不純或是假的不鏽鋼。然後真的是這樣嗎？那今天呢就會以入門的方式呢帶大家來認識一下不鏽鋼到底是什麼樣的材質，以及破解一些我們常聽到的一個迷思。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入門跟了解它呢？我們繼續看下去咯。首先呢，我們來了解一下什麼是不鏽鋼。那不鏽鋼呢，我們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種鋼材，然後呢它是有具耐腐蝕性的一個特性所以我們第一個我們要知道的是，不鏽鋼它不是完全不會生鏽的不鏽鋼它還是有可能會生鏽，只是說它是屬於不容易生鏽的一種鋼材。那這裡呢，我們大致上呢，不鏽鋼會有幾種成分，那這裡我們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主要呢，它會不容易生鏽的一個關鍵在於它有一個含鉻那這個我們大概了解就可以，我們不用深入太多那這裡呢主要是因為它跟一般的碳鋼來相比的話，碳鋼它因為会生鏽，我們多半呢就要做一些表面處理像電鍍、烤漆等等的一個防鏽的一個處理。然後不鏽鋼呢，因為它會有一個保護層所以它會比一般的碳鋼還要不容易去生鏽所以一般呢我們會接觸到空氣或水，那因為不鏽鋼這個材料它的特性呢，我們就可以比一般的鋼材或是其他的材料更不容易生鏽，主要是這個原因所以我們要知道的是，不鏽鋼它不等於完全不生鏽，而且呢，它還有分幾種類型它的防鏽能力以及它的強度等等的都不太一樣那這裡細部的等一下後面也會來介紹到咯。再來呢，要來介紹的是不鏽鋼的種類跟型號那因為不鏽鋼的種類呢是非常多的那今天主要呢就介紹大方向以及常見的幾種類型呢跟各位來介紹一下它的特性。那主要呢分成三大類型：奧氏體、鐵素體以及馬氏體那這邊呢就講幾個關鍵的幾個呢跟大家來介紹。奧氏體呢就像是3系列的比較常代表性的是304跟316它的耐磁性呢是比較好的，然後通常呢是比較沒有磁性或是磁性很弱的那這一類型呢是沒有辦法做熱處理強化的那等一下呢會大概來講解一下。再來呢是鐵素體，鐵素體的話呢，它是有磁性的但是呢它是沒有辦法去熱處理的。然後呢再來是馬氏體，馬氏体的話它是可以做熱處理去強化的所以它是屬於我們不鏽鋼裡面呢是可以有强化强度比較好的，然後又可以具有磁性像有一些鑽尾螺絲呢，我們就是用馬氏體來去制作的。那有時候呢，奧氏體像304、316這類的呢，我們制作成螺絲或其他的種類呢，因為它有經過一些冷加工或是加工的處理，它有可能產生一些弱磁性的所以有可能它的磁力會有微微的磁性但是我們如果去比較，就會發現像鐵素體跟奧氏體，它的磁性相對就比較強的所以這裡呢，我們就可以用大方向來分類。如果是3系列的呢，我們就會發現它的耐磁性是比較好的，我們也比較常通用我們所知道的不鏽鋼那它呢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熱處理強化，然後呢它磁性是弱的或是沒有磁性我們用這樣來區分當然要細一點的，後面等一下會來探討怎麼去辨識。再來呢是4系列的，然後4系列的呢我們會有分2種那這邊我們就以大方向，我們只要看到跟3有關的，它就是沒有辦法熱處理，我們這樣各位呢會比較好去分辨当然這細部還有其他的我們就不探討。我們比較常看到的另外的4系列我們可以熱處理的像410、420這類的可以去做熱處理，那我們就是可以有高強度，然後呢有磁性的，我们就會選這類型的那主要我們就用這種方式呢來辨識。
好，那這裡呢，我們就會分成幾種常見的，我們可能是廚具啊，或是螺絲、醫療器材等等的啊。所以一般316呢，我們就是耐化學性啊，或是耐鹽啊等等的海水設備的，我們可能會比較選用這類的啊。當然，那相對呢，它的價格就會高一點。那304這個是我們最常見的，我們常看到的一般的不鏽鋼的材質。那部分有一些像螺絲固緊類的，它需要有一些強度的時候呢，我們可能就會選擇410、420這類的，我們可以再去做熱處理強化大概是這幾種特性所以不鏽鋼呢，我們是要選對場合來選用適合的。再來呢，來介紹一下哪一種不鏽鋼是最好的那這裡呢，各位要有一個概念沒有最好的只有最適合的所以一般我們會常聽到說什麼樣的不鏽鋼是最好的啊？其實呢，這個也是要看你的使用場合，因人而異不見得所有的類型呢都適合所有的場合，所以呢，我們最終還是要依場合來選用那這裡呢，最主要呢分幾種類型，比較常見的呢來跟大家做個比較那這裡呢就列了5種那這裡呢，我們比較常廣泛會用到的就是304，我們最多會看到的那這裡呢，我們要怎麼去挑選呢？那主要呢，我們就是一般用途或是食品類，這是最常見的304它的加工跟耐蝕性呢都是比較均勻，而且呢也是市面上我們比較容易去取得跟常見的一個材料。那有時候呢，我們是要醫療器材啊，或是一些有耐化學性的呢，比較重視一些耐腐蚀性的，我們就會選316那這個價格就會偏高一點。那其他用途我們可能呢屬於它是需要有一些強度的，好像是螺絲啊、菜刀啊，或是有一些刀具、刀制具等等的，我們可能就是適合用410，因為我們只可以去做熱處理的強化但是我們要知道的這類的4開頭的相對的呢，它的耐蝕性就沒有那麼好所以這邊我們就要去注意的那有時候呢，我們會用到430那430一般呢，我們比較常看到的就是板材類的所以有時候我們在一些裝飾的外殼裝飾板，我們可能就是會用430這種材質那這裡呢，我們就大致上可以知道這幾種那這裡呢，主要的差異在於說除了它的耐蝕性跟強度以外呢剛前面有提到3系列呢一般是沒有磁性或是弱磁性，然後4系列呢它是具有磁性，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初步的方式來去辨識所以有時候你會聽到說用磁鐵會吸的就代表它不是不鏽鋼，這是錯誤的觀念。我們可以看到說我們要依種類去分類4系列的呢，它是有磁性的，而且磁性偏強。然後3系列的呢是比較沒有磁性，但不代表都沒有它有时候經過加工之後還是會有一些弱磁性所以我們用磁性呢，我们可以初步的去判斷出來它可能是什麼類型，但是如果我們要精密一點精確一點我們還是要用其他的化學的方式或是其他的儀器呢來做輔助那這裡各位呢先了解一下這個概念再來呢，我們來了解一下不鏽鋼會生鏽嗎？這可能是很多人的疑問甚至很多人覺得不鏽鋼從字面上它就是不會生鏽的材料那這也是錯誤的觀念。不鏽鋼呢會生鏽，但是呢它是比較不容易生鏽的一種鋼材所以呢為什麼不鏽鋼會不容易生鏽呢？剛前面也有提到因為它主要呢是有含鉻這個元素呢來做一個抗腐蝕性的一個效果所以呢它在不鏽鋼的本體的基材呢有一個保護層，所以呢它跟水啊或是氧氣呢會有一個阻隔所以呢它會防止金屬內部會有生鏽的一個情形但不代表它完全不會生鏽只能說它是比較不容易生鏽。然後呢什麼樣的情況下不鏽鋼可能會生鏽呢？有時候是我們表面有刮傷甚至呢是其他的材料來污染的像是我們最常會看到的就是有一些鐵粉或灰塵呢附着在不鏽鋼的上面
那這些鐵粉呢，經過氧氣或水呢，它會變成氧化鐵，那氧化鐵就生鏽了，它有可能會附着在不鏽鋼的表面或是材料，那相對的呢，不鏽鋼可能會因為這樣也產生了污染所以也變成不鏽鋼生鏽，這個情況也是會有的。甚至有時候是高溫、高潮濕，或是積水、通風不良，甚至有一些化學物質的一個侵蝕，都有可能會產生不鏽鋼生鏽的一個狀況。然後不鏽鋼呢，我們就可能會看到有一些鏽蝕的一個斑點，有一些水痕啊、黃斑等等的，這類的都是不鏽鋼呢生鏽的一個情況。那有時候呢，我們可能會有一些不鏽鋼材呢去做焊接的一個動作，那焊接呢，我們就會有焊點或焊道。有時候呢，我們會發現說，我們不鏽鋼的一個加工呢，你看到有這些焊接呢，其實焊接的地方也是非常容易生鏽的。甚至很多時候呢，你可能是一個不鏽鋼的一個水箱體，然後呢，它裡面呢是我們可能放水等等的物質你發現說，反而呢是焊接的地方開始做生鏽，那這個地方呢也是一個不鏽鋼可能會生鏽的一個原因。那很多時候呢，我們如果經過焊接之後，我們通常要在焊接的那個地方呢來做一些處理因為焊接之後它有高溫它有可能破壞了我們原本的這個保護層導致說這個地方焊到的地方呢，它的防鏽能力就變得不好。那我們可能未來呢，可能都會從這個焊到的地方呢，焊點的地方開始鏽蝕，然後擴散到整個本體主要是這個原因的。那這裡呢，我們可能要知道說，不鏽鋼其實我們還是要去做一些保養的。就是我們一開始呢，我們可能就是我們使用完畢呢，我們要去做一些簡單的清潔，然後呢，避免接觸一些會有腐蝕性的物質，然後呢，盡量避免呢跟其他的材料去做污染。然後呢，做一些簡單的清潔保養之後呢，我們的不鏽鋼呢，它的耐腐蝕性相對當然就會更好所以我們這裡呢，重點在於說，不鏽鋼會生鏽嗎？會但是呢，它是不容易生鏽的一個材質。再來呢，要來介紹的是如何去辨識不鏽鋼的種類那這裡呢，要先跟大家說明，這個辨識呢，對於一般大眾來講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容易精準的去判斷出它是什麼類型。那這裡呢，我們最直接的就是我們材料買來之後，它就已經有標示了這是最單純直接的我們從買來的材料商，他就已經幫我們做好前置作業，所以我們直接買來，我們就知道這是什麼材料所以我們買來之後馬上去做標示，我們就可以分辨出來這是最直接簡單的。再來呢，你可能不是材料，你可能已經是商品了，或是其他的已經混料了，那你分辨不出來呢？一般我們最常見的就是用磁性磁力去判斷弱磁性或是磁性比較沒有磁性的，可能是3系列的。那有磁性的就是4系列，或有可能是2系列這類的。我們这是这種簡單的辨識當然有一些304316，它去做加工的時候，它可能會有一些弱磁性這是正常的現象那這裡呢，我們就可能還是需要有一點感覺跟經驗來判斷那這個就是比較簡易的另外一種呢是外觀去判斷，那這個當然是準確度會比較差一點，因為有時候呢，我們的材料它可能經過一些加工或是什麼樣的一個變化之後呢，它的色澤或是質感都會不一樣那也不是不容易去辨識出來那另外一種呢是簡單的測試，比較進階的，我們可能會用藥水但是比較單純的另外我們可能会用火花去測試，看一下它火花的一個狀態這個也是非常需要有經驗去判斷的不一定每個人都有辦法去辨識出來。然後有時候去做一些耐蝕性的測試呢，我們就去辨識說哪一種它耐蝕性比較好，有可能是316或是304那可能比較適合一些實驗設備的，它可能去判斷。那如果你要更精確一點的呢，一般可能還要去做到材料的分析晶相的一個處理我們才去看一個結晶的一個狀況來去辨識，或是呢更高階一點，我們可能要用光學的分析的方式把它檢測出來所以一般呢，我們最簡單的就是材料買來它就辨識好，我們就直接看判斷就知道這是什麼類型。那真的沒辦法呢，我們比較常看到加工廠或是
材料廠他們可能就是簡單的分辨是3系列還是4系列，我們就用磁力去判斷，然後甚至用藥水去做判斷，然後這邊讓大家清楚知道一下我们怎麼去辨識這個材料的特性以及什麼樣的種類咯。再來呢，來介紹一下不鏽鋼的螺絲。那不鏽鋼在螺絲的應用也是非常的廣泛。那不鏽鋼螺絲主要的用意是什麼？很簡單，就是我要防鏽。有些地方有些場合我不希望我的螺絲會生鏽，因為有時候呢，我們雖然去做一些烤漆或是其他的表面處理，但是呢難免久了之後螺絲還是會生鏽。所以有時候我們想要一勞永逸就會換成是不鏽鋼的螺絲。當然不鏽鋼它是比較不容易生鏽，當然相對的就是它的防鏽能力是相當好的，但是也不代表它完全不會生鏽這邊這個概念要有的。那這邊呢，有一些人可能會想說，那為什麼不要所有的場合都換成不鏽鋼螺絲就好了？甚至有人會覺得說，不鏽鋼螺絲才是最好的選擇。這也是錯誤的觀念。那這邊呢，給大家一個概念，不鏽鋼的螺絲呢，其實強度是比較差的。那我們是用什麼概念跟標準來看呢？我們就是如果是以螺絲強度來講呢，我們螺絲的等級有分 12.9 是比較好的當然有更高的我們常見的是合金鋼 12.9 的螺絲，它的強度呢是比不鏽鋼好很多的所以有時候呢我們在小螺絲就會發現，比較小的螺絲呢，我們常常手附力扭力比較大的時候，它螺絲頭就會斷裂那因為呢不鏽鋼跟一般的碳鋼或是合金鋼比，相對的強度就沒有那麼好。因為它的主要的特性就是它的防鏽能力比較好所以一般呢，如果你要用在强度比較好的地方呢，就比較不建議用不鏽鋼當然有一些是你可能是要用鑽尾螺絲需要有一點耐蝕性，但是又要有强度的時候，因為鑽尾螺絲呢，我們就是鑽尾的部分強度要夠，我們才有辦法鑽進我們的材料不然它材料太軟根本鑽不進去，所以我們才會看到說，常常我們看到的那些鑽尾螺絲，不鏽鋼鑽尾，它都是用410之類的一個材質所以主要都是這個用途。那有時候呢你真的需要防鏽能力比較好的，我們可能就會選316這類的螺絲。那如果呢你的材料是有承受強度的一般呢我們就比較不會首選是用不鏽鋼螺絲就是用碳鋼的，因為它的整體的機械性能都会相对比較好所以不鏽鋼螺絲真的是最佳選擇嗎？不一定我們要看我們的場合來選用適合的，這樣子呢才能發揮它最大的功效咯。最後呢，來總結一下不鏽鋼的認識篇如果各位呢有看過剛前面所介紹的幾個篇章呢，你就可以有大致的幾個概念來了解一下不鏽鋼是什麼樣的一個材質那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的呢，會建議來先看過一遍這樣子呢，你就會對於不鏽鋼有一個初步的概念所以未來你可能聽到有人說不鏽鋼就是一個不會生鏽的一個材料你就會可以知道說這是錯誤的觀念以及說有人可能會說不鏽鋼我們就用磁鐵去吸附如果會吸附的代表它是不純或是假的不鏽鋼這也是錯誤的觀念因為剛剛我們前面都有提到3系列跟4系列呢怎麼是分辨以及說不鏽鋼它還是有分很多類型所以不同的類型它有不同的一個應用的場合以及說剛剛有提到說不鏽鋼怎麼辨識我們其實一般人是很難去辨識出不鏽鋼到底是什麼樣的類型因為我們透過磁力我們只能大致上分出2個派系再來我們可能用藥水也可能只能大約分辨出來。我們真正呢要那麼細的分出來呢我們有可能是我們材料商或是我們是實驗室的甚至有一些特殊的儀器，我們才有辦法精準的去分辨它是什麼樣的一種型號什麼類型所以我們一般大眾是難以去分辨的，我們只能初步的去判斷所以這裡呢我們就可以破解很多我們迷思我們常常會聽到不鏽鋼怎麼樣的其實那些都是錯誤的觀念。我們透過這一些了解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其實不鏽鋼呢是有這麼多類型，那不同的類型呢有不同的使用場合有的
不鏽鋼呢，防鏽能力比較好，有的強度比較好，有的有磁性，有的沒磁性。我們透過這樣呢，來更了解不鏽鋼這樣的材料咯。好，那今天的教學呢，就到這邊為止，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拜拜。